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男朋友家里嫌我穷，没有 S 市户口，买不起房子，买不起车，就连正经工作都没有。当着我的面，直接给我男朋友介绍对象。看着照片中的女人，我瞪大了双眼。这不是管理我家花园的花艺师吗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过年这天，相恋2年的男友林旭带着我回家见家长。见面之前，我还特意向我爸妈寻求经验。暴发户老爹直接扔过来了一张银行卡，还是我妈最贴心，叫助理买来一堆山珍补品、名贵茶叶，甚至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绝版包包拿了出来。看着一后备箱的礼物，我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，想来未来婆婆会喜欢。然而到了林旭家里，才发现他们压根就看不上我。林旭妈明知道我们今天会过来，还跑出去打麻将，后来不情不愿地被林旭奶奶拉了回来。我见到她甜甜地叫了一句阿姨，结果她白了我一眼，轻声骂了句晦气，耽误老娘打牌。我有些局促，拉着林旭的胳膊。我妈就这脾气。林旭在我手上轻拍2下，就拉着我进屋。车上的礼物都已经卸了下来，放在客厅里。林旭妈只是扫视了一眼，便就坐在沙发上嗑瓜子。刚好到了饭点，我记得林旭曾经说过，他妈妈的厨艺很好，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尝尝。可饭桌上只有一壶冷水和吃了一半的橘子，而他妈妈显然没有要做饭的意思。林旭奶奶看不下去，轻拍了下林旭妈。中午了，小姑娘大老远过来一趟，总不能让人家空着肚子。哦，到饭点了是吧？林旭妈看向我，小许啊，你饿了没？饿的话我给你点个外卖。我们家早饭吃得晚，没有吃午餐的习惯。林旭妈这种态度，路边的狗都看得出来，她是对我不满意，十分不满意。只是我想不明白，才第一次见面，她就不喜欢我，因为长相。可我从小到大追求者就没断过，因为品性。圈子里好多阿姨都想让我做她家的儿媳妇。因为学历，我大学读的211，今年硕士刚毕业。因为家庭，我妈是医院院长，我爸做生意赚的钱够养活我们到下辈子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很优秀的总裁哥哥，自主创业，没几年公司就上了市。我可真优秀，这放在相亲界简直是香饽饽。我和林旭这2年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不想就这么放弃。我拿出我妈准备的绝版包包，阿姨，这是我妈妈珍藏的包，感觉和您气质很搭，希望你喜欢。小许啊，你这是路边卖菜阿姨随身背的包吧？我呀只习惯背 LV、香奈儿之类的。林旭妈嘲讽道。我一时呆愣住，谁家阿姨背着爱马仕卖菜啊？再说了，她都习惯背 LV、香奈儿了，包上的爱马仕 logo 不认识。林旭这个工科男，对这些东西自然也没什么研究。他连忙将包扔在椅子旁。圆圆，我妈不喜欢这种杂牌包，下次你想送先来问我。林旭妈看了眼时间，冷言道，小许，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就我家旭旭这条件，你真配不上。看着他一脸嫌弃的模样，我心里顿时起了火。我强忍着火气问道，阿姨，你觉得我是哪里配不上林旭了？你们上门之前，林旭将你家的情况都和我说过。林旭妈叹了口气，你不是 S 市本地人吧？对，我是 Y 市的。当年大伯母不孕，他信了道士的话，说是让自己兄弟的孩子还必须是闺女，记在其名下，就能心想事成。我就这么转进了住在 Y 市的大伯户口里。
这些陈年旧事，我没有和林旭说过。旭旭说你才大学毕业，也没个工作，还是在外租房子住对吧？这我也无法反驳，点了点头。我爸说，我挣钱就是给闺女花的，现在职场卷得要死，圆圆你就别去受这气了，你不是喜欢天文吗？爸支持你搞研究。于是我本科毕业又读了研，当时整日整夜搞研究，我就在附近随便租了一套小公寓。我想起刚毕业那会儿，我哥站在公司顶楼，大手一挥，妹妹，这都是哥哥打下的江山，只要你愿意，楼盘随便挑，哥哥给你当嫁妆，好吗？现在我哥没机会送楼盘了。我打量着林旭家这几十平的30一厅，陈年旧房，墙上霉迹斑斑，好几处都掉了皮。就这房子，还没我哥楼盘里的一间客厅大。林旭妈看我在打量这个房子，还以为我是看上了。她骄傲道：“别看这房子旧，这可是在市中心，黄金地段。我找专家估过了，价值300-400万呢。300-400万很多吗？不就地上那包的钱？还有，你一个女孩子，起码要有自己的车吧？不说买贵的，10几万块的总要买一辆。难不成以后上了班让旭旭接送？我没车，是我不敢开车上路，不是我买不起。”林旭妈说着，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，递到林旭手里，神采奕奕地说道：“旭旭，这是你舅妈介绍的对象，年纪轻轻就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，据说还是在富贵人家上班，每个月工资可高了。”我勒个去，直接当着我面给林旭介绍对象了。我看着照片上的女子，越看越熟悉，这不是我妈雇的花艺师吗？我妈上了年纪，喜欢养花，我爸送了她一片花园，这女子就是照顾那些花花草草的花艺师。旭旭啊，还是这样的女子才配得上你。林旭妈嫌弃地将瓜子皮扔进垃圾桶里，仿佛我就是那堆瓜子皮。我看了眼旁边的林旭，他正看着女子的照片发呆。从开始到现在，都是林旭妈一直在说，林旭一句话都没有反驳过，没有一刻护着我。林旭妈随意扯了张纸擦着手上的灰：“小沈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应该明白我家的意思了。这些东西呢，你都带回去，留着给下一任吧。”我看向林旭，认真问道：“林旭，你的意思呢？”林旭还没开口，就被他妈打断。我的意思就是旭旭的意思。林旭瞬间耷拉着脑袋，不说话了。我冷哼一声，原来是个妈宝男。明白了，阿姨。我不再犹豫，站了起来。那堆礼物不要就扔了吧。说完，我捡起地上的爱马仕，这可是我妈的宝贝，不要拉倒。我直接走出了林家。林旭本想来追我，被他妈一个眼神吓得老老实实坐了回去。我没走几步路，高跟鞋还卡在地缝里出不来了。我面红耳赤地拔着高跟鞋，这都叫什么事啊？我真心诚意上门，为了这次见面，我可是准备了好几天，准备好了一肚子话，一个字都没说出口。呵呵，还说我配不上他家林旭。论样貌，林旭也没长得一眼惊人；论文凭，林旭只是个普通2本；论品性，林旭这妈宝男，自己的恋爱都不敢做主。且不说还没来得及和林旭坦白的我的家境了，我带着一身怒气回到家，我妈看我还拧着那款包，疑惑道：“怎么又拎回来了？”林旭妈妈觉得太贵重了，不敢收。我自嘲一笑，人家说他不背这种杂牌货，只喜欢 LV、香奈儿，什么杂牌？这包我可是配了好几百万的货才拿到的。我妈说完，看我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问道：“见亲家不顺利？”
我将在林家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说给我妈听。我妈听完气得要上门找林家讨说法，我一把拉住了她，这是我和林旭之间的事情，让我们自己解决吧。可我等到天黑，林旭别说电话了，就连消息都不曾发一句。这2年，林旭对我很好，就连我的家人都很满意他。我们之间虽家境相差甚远，但他是个心地善良、为人老实的好男人。我爸甚至准备在这附近给我们买一座小院，用来做婚房，还说将来结了婚，我们不想工作也没事，可以继承我爸的公司。我们婚后尽管做自己想做的事，环游世界、全球旅行，他全力支持。可这些我还没有机会说出口，就被他妈赶出来了。我一连等了好几天都没有等到林旭联系我，倒是我妈那位花艺师主动找到了我。见到我后，他将打印出来的聊天记录推到我面前：“许小姐，这是您男朋友找我的聊天记录，这种人您还是离远点好。”林旭的微信头像是我喜欢的火星照片。聊天最开始于除夕，我们去林家那天。算时间，也就是我被赶出来10分钟后。聊天记录很长很长，两人聊了很多，但是字里行间也能看出来是女方在钓鱼执法。女方故意说出那些模棱两可的话，引他说出那暧昧的话语。可他终究是说了：“我对你是一见钟情，看到你照片的时候，你就深深吸引了我。我觉得我们挺有缘分的，各自都单身，又在最好的年纪相识，要不我们见个面吧？你要是觉得我合适的话，就赶紧将婚事定下来。”我和林旭之间是我先提起的结婚，我当时只觉得感情稳定就定下来。成立自己的小家庭也不错。这2年我对他是真心实意的，毕竟像我这样只知道搞研究、不爱社交的人，找个两情相悦的男人不容易。那时候林旭想到结婚有些犹豫，可看到我期待的眼神，还是点头同意了，这才有了上门见面这段戏码。可如今他却轻易对一个女子说定婚事，我好像有些看不透他了。女子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很明显，我直接赚了他5万块钱，全当买他手里这点子情报。许小姐，该断则断，这种男人要不得。女子看到5万块，心满意足，走前还劝说了一句。桌上的聊天记录格外刺眼，我无奈地揉了揉眼睛，我不明白，我在林旭眼里到底算什么？还是他默认了我被赶出来那天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已经结束了？我直接给林旭发去消息：“你在哪儿？我们见个面吧。”等了很久，林旭才回了3个字：“没时间。”我还没说几点见，他就没时间了。林旭，我们现在到底算是什么关系？互为前任。聊天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，我直接发了个地址过去，过来找我，不来的话就当我们关系结束了。1分钟、2分钟、3分钟过去，对面发来一个字：好。我直到今天才意识到，这段感情里林旭一直对我是高高在上的，从来都是我话很少，到了后期反而我投入的多些，经常是我在主动。我一直当他性格使然，就是不太爱说话，理工男也不懂些浪漫，甚至都忘记了当初是他上赶着来追我的。可看着眼前的聊天记录，他对别的女子却是十分热情，什么情话信手拈来，宛如一只舔狗。我在咖啡店足足等了2个小时，他才磨磨蹭蹭过来。我之前看到有人说，一段感情里往往最放不下的是女人，毕竟谈了2年，我是真的不想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断了，至少有始有终。
断之前也要理个清楚。林旭一副不情愿的模样，坐在我面前。许源，既然见面了，有些事我们就说清楚吧。我一愣，他以前都是叫我圆圆的，你想怎么说清楚？我冷冷的一笑，其实你说想结婚的时候，我是犹豫的，可看你这么想嫁给我，我就还是答应了。林旭淡淡的说着，我家的情况你也清楚，我妈那天话说的是有些难听，但话粗理不粗，你是真的匹配不上。我瞬间气性翻涌直上，将收起来的聊天记录扔在他面前，所以这才是配得上你的女人。林旭看到聊天记录，瞬间怒了，你调查我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当事人的聊天截屏，是他自己主动给我的。可林旭非但不心虚，反而比我还生气，凶狠骂道：许源，我是找别人聊骚了又怎样？你自己照镜子看清楚，你有哪一点能和人家比？你有房有车吗？20好几了，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，难不成结婚后要靠我来养？我妈说的一点错都没有，和你这样的人结婚，我能有什么好处？两人一起守着你那破出租房过苦日子。林旭，你就是这么看我的？我失笑着问。不然呢？许源，你不会天真到要和我谈感情吧？当初追你就是想和你玩玩，谁知道你竟当了真。看着眼前咄咄逼人的男人，我突然觉得我不认识他了，所以这次对他你就不是玩玩了。我和我妈都商量过了，佳宁很适合做结婚对象，他在 S 市有自己的房子，而且工作也不错，赚得多。算了，和你说这些也没有意义。林旭冷言道，本来呢，我是想就这么冷着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算了，是你非要把我喊出来。我努力压住心里的悲伤，牵动嘴角，微笑道，既如此，我们分手吧。听到我这么说，林旭反倒松了口气，这是担心我会缠着他。许源，趁年轻赶紧找个有钱人嫁了吧，不然一辈子要过苦日子。我眸子清冷，你上赶着做小白脸，我可不稀罕做什么拜金女。我率先出了咖啡厅，正好一阵风吹过来，吹掉我眼角的泪水。我并非有什么舍不得，只是恨自己一片真心喂了狗。我以为我和林旭这辈子老死不相往来了，没想到分手没几天，就在公寓门口见到了他。这房子，林旭之前经常过来，里面不少他的东西，每个角落都有他的气息，想想就恶心晦气，所以我直接将房子给退了。当时我正指挥工人搬着行李，林旭突然像只疯狗似的扑了上来，将我抵在墙上，眼神凶狠。许源，是不是你在佳宁面前说了什么？他突然把我微信删了，怎么也联系不上他。我一脚踢中他的下裆，林旭瞬间松开了我，捂着下半身，两脸通红。我冷声道，我这2年是谈了个傻逼吗？明显人家没看上你，找我发什么神经？不可能，我表现得那么好，条件也不错，他怎么会看不上我？林旭恶狠狠地看向我，一定是你在背后挑拨离间。林旭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快宝啊？人人都上赶着来和你谈恋爱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我也是眼瞎，怎么就在你身上浪费时间，浪费感情？刚说完，我哥就出现了，看到林旭在我面前，直接冲上来就是一拳头。你他妈就是林旭那孙子啊，还敢出现在圆圆面前？林旭想起身反击，可哪里是我哥的对手，只能被压在地上动弹不得。我哥赤红着双眼，敢玩弄圆圆的感情，要不是他拦着，你早就被我丢进海里喂鱼了。今天竟然主动找上门来，看老子打不死你！说着，
我哥邦邦又是2拳，眼看林旭没几下就被打得鼻青脸肿。我突然想起我哥是练泰拳的，怕出事，我连忙将他拉了起来。算了哥，为了这种人闹进派出所不值得。林旭站起身来，吐了一口血水，脸肿成了猪头。许源，可以啊，这才几天啊，就找到下一任了？还是你早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背地里找别人了？男人啊，好像就是这样，允许自己出轨，却不允许另一半背叛自己。我哥气得又想上前揍他，被我死死拉住。我转头看向林旭，语气十分不耐。林旭，你阿是猪吗？这是我哥，你之前不是在电子屏上见过他的海报？你先背叛了我，别把我想的和你一样龌龊。林旭瞬间语塞，呆愣在原地。我哥咬牙切齿地骂了句滚。去研究所的路上，林旭的妈突然出现，一把拉住了我，气势凌人。我以为他是知道林旭被我哥打了，找我麻烦的。然而林旭妈却将一叠打印出来的表格扔在我身上。小许，你既然和我儿子分手了，就把这些年我儿子花在你身上的钱还回来。看来林旭没和他说被打的事，估计是不好意思说出口。我震惊地翻阅着表格，内容记得很细致，详细到商场买了根糖葫芦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这么精细的表格，林旭妈没那个本事，一看就是林旭做的。这是不好意思自己过来找了他妈。小许啊，之前就看你穿得漂亮，首饰带了一大堆，原来都是花的我儿子的钱，还只是男女朋友就这么大手大脚，这要是结了婚还得了，神他妈花他儿子的钱，老娘一条钻石项链就是他好几个月的工资，我简直无语凝噎。这种极品男怎么就让我遇上了？幸好我及时反对了，懒得和你废话，快还钱！林旭妈目光中透露出一股冷酷和尖刻，显得很刻薄。阿姨，这账算得不对，你让林旭自己过来和我谈。我直接越过他想走，却被他一把抓住，开始耍无赖。这还是什么高等学府？这种贪慕虚荣、不要脸的女人也能进来？我一把甩开他，就你儿子那点破工资，我稀罕去贪？我们约会他是出过几次钱？难道我没有回过礼？名牌鞋子、私人定制的西服，哪一样抵不了这几张破纸上加起来的总和？放屁！就凭你送的都是冒牌货吧？是不是冒牌？你大可去找专家验货。林旭妈见我这么坚定，愣了几秒，直接躺在地上耍起了无赖。快来人啊！这小贱人为了自己过得好，骗我儿子感情，骗他钱，如今攀了高枝就想跑，欠的钱也不肯还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就没见过这么能颠倒黑白的。现在正值上课时间，汇集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我瞬间涨红了脸，像被人观看的猴子。你赶紧走，再不走我叫保安了。林旭妈坐了起来，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模样。今儿个你不还钱，我就是死也不走。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，我都听到好几个人骂我不要脸，说我是拜金女。就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，何晨出现了。何晨背着双肩包，两手插兜，盛气凌人。女士，您涉嫌恶意造谣、聚众闹事，按照法律是可以刑拘你的。放屁！我怎么就造谣了？许源，你自己说是不是和我儿子睡了2年，还花了他的钱？我真的要气吐血了。这年头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说许源花了你儿子的钱，花多少了？林旭妈有些心虚，3000，怕大家伙嫌弃，还特意补了一句，这只是粗略算出来的，
还有好多我儿子都没计较呢。然而，周围的人在听到3000后，瞬间无语。3000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3000万呢。这点钱就在这里撒泼打滚，穷疯了吧？而且谈了2年，男方只在女生身上花了3000块，平均下来每天才4块钱，这是想白嫖啊！就是这样的男人还摊上这种妈，狗都不愿意和他谈，甚至还有抱怨自己男朋友的。你要是这样的人，还有这么个妈，趁早说清楚，我们好彼此说拜拜。眼见气势都倒向我这边了，林旭妈瞬间急了眼：你谁啊？我和许源在讨说法，关你屁事！我是许源的代理律师。何晨微微一笑，从兜里掏出名片，从现在起，你与我交谈就好。你说许源花了你儿子3000块，只要证据充足，我们就认。不过既然要算账，就算个清楚。许源在你儿子身上花的钱，我们也是要收回来的。林旭妈看着名片，有些无措。具体的，我们法院见吧。我嘲讽一笑，我之前给林旭买东西的小票、转账记录都还在呢，估计到时候就不是我还3000块这么简单了。你放屁！你以为说什么打官司我就怕你？林旭妈说的坚定，可眼神还是出卖了他内心的害怕。学校的保安也赶了过来。何晨淡笑道：这里有人聚众闹事，赶出去吧。林旭妈瞬间气急，竟想上前来打我，我直接一个侧身，她来不及刹车，摔成了狗吃屎。人高马大的保安也懒得和他废话，直接将他抬了出去。我看向何晨，柔声一笑：何晨，谢谢你。圆圆，其实以你的条件，大可直接给他3000块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凭什么？这不是助长恶人威风？3000对于我而言根本不算什么，可一旦给了他，不就是承认自己就是图他的钱，由着他们搬弄是非了？何晨眼神柔和地看着我，这才是我认识的许源。林旭会做表格，我也会。我直接将这些年来给他买的东西一一列了出来，怕他不信，还特意附上了小票和转账记录。结果发过去后，他一直没回。再次发消息过去时，他直接将我给拉黑了。好家伙，我还没来得及拉黑他，他反倒先拉黑我了。我瞬间气上心头，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。谁还不会闹事啊？我踩着细高跟，怒气冲冲地准备找林旭去算账。刚到客厅，就见到了林旭的直属上司乔总。我瞬间记上心头，故意走了过去。乔总看到我很是客气：许小姐今天没去研究所啊？我爸是乔总的重要客户，可是说他们公司1/3的收入都是来自我爸的投资，所以他面对我还是很客气的。我佯装几分难过：心情不好，和林旭分手了。说着，我还挤出几滴眼泪，表现得很是伤心。你和小林分手了？乔总一愣：对呀，他瞒着我找别的女人，还嫌弃我是个拜金女。乔总打量着这个偌大的别墅，无奈笑道：许小姐真会说笑，你都这么有钱了，一定是小林弄错了。无所谓了，就是我爸被这事给气的，现在半点也听不得林旭这2个字。我莞尔一笑：我也就是说说，这和您没什么关系，您可别因为我和林旭分手的事就将他给开除了。他不是好男人，但是好员工啊。许小姐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我微微一笑，很客气地为他倒了一杯茶水。果然没几天，林旭就因为某工程失误的事被公司开除了。我知道这个消息还是乔总发的朋友圈，我都怀疑他这条朋友圈仅我一人可见。林旭本来就是乔总看在我的面子上招进去的，那时候林旭刚毕业，
就是一普通的本科学历，加上这几年工作本就不好找，人多机会少，就连我哥的公司都是本科只收985、211的。林旭找了好几个月的工作都没有找到，每天在家里怨天怨地，仇恨这个世界。直到有次乔总请我爸吃饭，我想起林旭面试过他公司的岗位，就跟着我爸去了饭局。闲聊期间，我有意无意提起自己的男朋友林旭，还说他最近好像面试了乔总的公司。乔总瞬间心领神会，第二天林旭就收到了乔总公司的 offer。 林旭当时还抱着我兴奋地说，果然这时代还是有伯乐能识的我这匹千里马。我看他那么高兴，都不忍心拆穿他的天真。都说学历是块敲门砖，要不是我，就他那简历估计第一轮就被筛掉了。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再次见到林旭是在何家老太太的寿宴上，林旭这狗男人不知道怎么就和何丽认识了，把他哄得团团转。听说还给弄到了何家的公司上班。我见完何老太太后，就跑到一边吃甜品喝美酒，结果何丽主动找上了我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，哟，这不是许源吗？何丽本来就不喜欢我，从小学到高中，事事与我过不去，如今我的前任还成了她的男朋友，她就更讨厌我了。许源，林旭都和我说了，你也真够不要脸的，自己家都这么有钱了，还花林旭那点工资，花他钱就算了，竟然还劈腿。我冷冷一笑，他是这么和你说我的？对，阿旭说他是被分手的，前任没钱没房，他都不介意，愿意与他结婚过日子。结果前任竟然是个拜金女，看上别的有钱人就跟人跑了。何丽讽刺一笑，没想到我一打听，他前任竟然是你。许源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令人讨厌，你也不例外，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捡我不要的垃圾。何丽瞬间气红了脸，你高中时期有个男生喜欢我，可是我压根看不上他，没多久男生就和何丽在一起了，后来还一起出了国。结果男生在国外站稳脚跟后，就把何丽给甩了。原来男生只是想找个有钱人，给他出国留学花钱罢了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怎么还是那么蠢，不长记性。何丽刚想回对我，突然被一女生打断了，丽丽，你哥和林旭在门口打起来了。何丽瞬间惊慌失措，连忙小跑着过去。我也跟过去凑了个热闹，门口围了一圈人，我好不容易挤进去后，才发现何晨竟然和林旭扭打在一起，只说是何丽的哥哥，没说是哪个哥哥，没想到是何晨。向来温柔脾气好的何晨都能跟人打起来，可见林旭是有多气人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何丽上前将两人拉开，然后一脸心疼地捂着林旭的脸。何晨坐在一边，嘴角淤青，头发凌乱，衣服皱起，显得格外狼狈。何丽怨恨地看向何晨，二哥你是疯了吗？好端端的将人打成这样。丽丽，他就是一渣男，你知不知道他才和？何晨突然注意到不远处的我，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。总之他不是个好东西。二哥，我的事就不劳你操心了。说着何丽就将林旭带走了，其他人热闹看够了也都散了。我是在后花园找到何晨的，月光下他一袭白衬衫坐在长椅上，显得格外落寞。我走过去将医疗包递给他，何律师，你这是知法犯法，竟然当众打人，可不是好作风哦。你也心疼林旭了？何晨看向我，眼神复杂。我心疼他做什么？我是心疼你。何晨忽地笑了，他打不过我。我脸颊一红，
不自在别过头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是何家的二公子，为了林旭这种人，当众出丑不值得。越解释反而越奇怪。我将医疗包塞进他手里，转身欲走，下一秒，何晨就一把拉住我，将我按坐在他的腿上。我瞬间羞恼，急忙想起身。你疯了，隔得太近。我闻到他身上浓烈的酒精味，看来他是喝醉了，不然怎么会对我如此大胆？圆圆，我打他不全是因为丽丽，主要因为你。何晨低沉的嗓音带着浅浅的醉意。因为我听到他打电话，一直在和电话那头的人骂你，一时生气就上前揍了他。何晨这种好脾气的人都忍不了，可见林旭骂得有多过分。好吧，你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来？我坐在他腿上，只感觉十分尴尬，心跳也越来越快。何晨语气慵懒，圆圆，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心意？打了林旭一顿，能是什么心意？我偏头正好对上了何晨炽热的眼神，下一秒他就吻了过来。我一开始试图反抗，结果他越吻越深，我很快就城防失守，沉醉进去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突然传来熟悉的怒气声，我抬头便看到了鼻青脸肿、一脸怒气的林旭。我条件反射的想挣脱，突然反应过来，我有什么好心虚的？我继续坐在何晨腿上，故意环住他的脖子，摆出暧昧的姿势。接吻啊！你看到了还不赶紧滚！许源，我说怎么在宴会上看到了你？原来是攀高枝了。我不屑一笑，眼神里尽是嫌弃。林旭，你是真傻还是装糊涂？你什么意思？也许他已经察觉了我的身份，但他接受不了，不敢相信自己拼命想找个有车有房的有钱人，那个人明明近在眼前，却错过了，所以他宁愿认为我是攀了高枝。人只会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。我冷冷地解释，你之前见过我哥的海报，还真以为他只是个拍广告的。还有今天的宴会，你以为什么人都能进来？哦，我差点忘了你也在，怪不得会怀疑我。林旭有些心慌，许源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懒得和你废话，我是怎样的人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问你攀的高枝就清楚了。我眸色清冷，还不赶紧滚？我们还要谈恋爱呢。林旭瞪了我好几眼，然后气冲冲离开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我收回眼神，瞬间反应过来，还坐在何晨腿上，连忙站了起来，羞红了脸。那个还要为何奶奶庆生呢？我先走了。说完，也不管何晨的反应，我就逃了。没想到林旭竟然还好意思过来找我，也不知道他哪里打听来的地址。前不久何力无故将他甩了，合适的凳子林旭还没坐热，就被赶了出去。他看到我回来，上赶着走了过来，激动地说道：圆圆，原来你家房子那么大啊！我白了他一眼，懒得搭理他，越过他往里走。林旭却一把拉住了我。圆圆，为什么之前你不和我说你家这么有钱？你是不是不信任我？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？圆圆，我和何力分手了，就他那破脾气，是个人都受不了。我想清楚了，我发现爱的人还是你，毕竟谈了2年，哪能说断就断？圆圆，我看得出来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不然那天也不会故意坐在何晨腿上让我吃醋了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我们复合的机会。至于我妈那里，你去和她道个歉，再好好说说。我妈要知道你家这么有钱，哥哥又是上市公司总裁，一定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，然后让你家给我们在 S 市买套房子。我可以到你哥哥公司上班，
你的话还是搞研究，我不会逼你去工作的。以后我们再生个小孩，开开心心过日子。我简直无语至极，国家怎么没拿他的脸皮做防弹衣？神经！我用力踹了他一脚，下次再让我看见你，直接让我哥揍你。闺蜜约我去逛街，等她上厕所的时间，我随意拐进了一家奢侈品店，挑来挑去，我选中了一个5万块的小背包，看上去很精致，背起来估计很好看，大概是我直接从研究室出来，也没打扮精致，就随意套了件外套，看上去普普通通，不像是买得起的。我正试着背的时候，柜姐突然制止我：“小姐，您确认要买这个包吗？”我一愣，她又继续说道：“要是不买的话，就别轻易试了。我们这款包平时都是小心翼翼拿取，生怕磕坏了。”她话语里尽是不耐烦和嫌弃，我瞬间就火了。我和我妈可是他们家的 VIP， 前前后后早就消费好几千万了，我们只是没在这家店买过而已。就这服务态度，我真要和他好好掰扯掰扯。我正欲开口，他突然脸色一变，露出一个笑容，往门口迎去。琳达姐，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正好店里来了好几款新包，您可以好好看看。说着，他又使唤另一个柜姐，还不快去给琳达姐准备茶水和新品图册。名为琳达的女人踏着高傲的步伐走了进来，只见她穿着一身貂皮大衣，一头红色短发，脖子上戴着翡翠项链，10个手指头都戴满了宝石戒指。柜姐对她十分热情，只差没跪着和她说话了。琳达淡淡的扫视了一圈，最后目光停留在了我手里的包上。就那款吧。好嘞。柜姐连忙走过来，要拿我手上的包。这是我先选的，我沉声道。柜姐嫌弃地看了我一眼，在确定我身上没有任何奢侈品标志后，不屑说道：“你买得起吗？什么人都敢进来逛。”我简直是无语至极。这些年来，我也逛过不少奢侈品店，却从未遇到如此势利眼的柜姐。真是老太太钻被窝，给爷整笑了。正争执着，突然出现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亲爱的，你要的咖啡，我给你买来了。”我看着走进来的林旭，直接愣在了原地。他这是叫谁亲爱的？这店里就这几个人。我看着他手里拧着和女人貂皮相似的包，瞪大了双眼。眼前这女人体态丰腴，一脸的玻尿酸，一双烧三角眼，估计看人都是斜着的，一看就有40多岁，都能做他妈了。林旭看到我有些尴尬，然后无视我将手里的咖啡递给琳达。我嘲讽一笑：“人啊，一旦发现有捷径可走，就不想自己努力了。”只是我没想到林旭会找年纪相差这么大的。柜姐见我不愿给，竟直接上手抢。琳达不耐烦地说道：“赶紧给我，许源，这包我家亲爱的看上了，你赶紧选别的吧。”林旭冷冷一笑：“许源，就是你那找了已婚男做小三的前任。”琳达厌弃地打量着我：“他奶奶的，林旭到底在外面散过多少版本？这么诋毁前任的男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”柜姐还在和我抢包，我趁机双手一松，柜姐没站稳，直接倒在了地上。我对另一个柜姐说道：“我要见你们经理，赶紧让他过来。”这位柜姐脑子比较清楚，见我态度如此强硬，直接去2楼叫经理了。很快，经理就走了过来，正好是之前分店迎接我的女人。她看到我，立刻殷勤道：“许小姐，真是好久不见了。陈经理，以后你家我可不敢轻易来逛了。”我冷嘲热讽道：“许小姐这话说的。”陈经理瞪了旁边的柜姐一眼，
还不快去给许小姐拿茶水果盘，她可是我们店里的至尊 VIP。 柜姐一听，慌忙将包还给我，然后小跑着进去拿茶水了。琳达连忙说道：陈经理是吧？这包我也看上了，不好意思，这位女士，这包我们会优先提供给 VIP 客户，那我办张卡就是了。琳达看向林旭，小旭，我卡刷透支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买了这个包？林旭脸色一变，随即小声道：亲爱的，我刚刚才给你买了衣服，实在是没那么多钱了。林旭，连个包你都不愿意给我买，只想当小白脸让我养着你是吧？琳达愤怒地将咖啡全部泼在林旭身上，转身就走。林旭连忙狗腿地追了上去，亲爱的，要不我带你去大餐吃大餐？呵呵。林旭嘴里的吃大餐往往都是去81位的自助餐大吃一顿，每次他去吃之前都会空腹一天，然后大吃特吃，最后吃到扶墙，看到我没吃多少，还会嫌弃我不会过日子，浪费钱。又过了几个月，研究所给我放了长假，我趁机出国旅行到瑞士，躺在酒店和闺蜜瞎聊天时，她和我说起了林旭。听说他本来都打算和那琳达结婚了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我刷着朋友圈，随意问道：怎么了？琳达是有老公的，她老公知道林旭和琳达在一起后，气得叫人把她扁了一顿，直接打进了医院。闺蜜幸灾乐祸道：林旭妈见自己儿子被打成那样，就上门去闹，直接带了一床棉被睡在琳达家门口。最后琳达老公嫌丢人，给了2万块打发走了。呵呵，他们这一家子简直掉进钱眼里了。闺蜜继续笑道：更有意思的是，不久后林旭又和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好上了。那女人说自己在 S 市有好几套房子，还能给他提供工作岗位，反正说的天花乱坠的，把林旭骗得团团转。等把他手里的积蓄全骗走后，就消失了。林旭到处打听那女人的消息，朋友跟他说是遇到诈骗的了，还不信，甚至把火撒在朋友身上。刚好2人站在道路边，林旭用力一推那朋友，朋友就被车撞了。林旭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关进了派出所，他妈卖了房子，又去求了那朋友的谅解，才将他赎出来。总之，他现在老惨了。这些事情听起来十分狗血，可发生在林旭身上，我一点儿也不惊讶。有时候，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幸运的，幸好及时看清了林旭和他妈妈的真面目。这要是嫁过去，不是获得一家子的寄生虫，想想就害怕。刚和闺蜜聊完天，林旭就从支付宝发了消息过来：圆圆，我想你了，我现在才知道我有多爱你。圆圆，我被人诈骗了，看在我们谈了2年的份上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，就当是施舍我的，反正你家钱多得花不完。我冷冷一笑，随即发过去一句：你想要多少？林旭立刻回了过来：300万，我家房子没了，得给我妈买套房子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再多给100万更好。圆圆，我就知道你还爱着我，要不你给我买张机票，我出国来找你。果然，人至贱则无敌。我回他消息是想看看他有多下贱，没想到竟狮子大开口。我直接回了一句：等你死了我烧给你，然后直接拉黑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奇葩，还被我给找到了。我继续刷着朋友圈，突然看到何晨发的一张瑞士机场照片，配文：来寻找我暗恋多年的姑娘。我一时愣了神，自从上次接吻后，我就一直躲着他。何晨的心意我不是不明白，只是我们做了那么多年的朋友，
突然转换为情侣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正思考着，门铃突然响了，我以为是送餐的服务员，结果开门看到的是风尘仆仆的何晨。何晨温柔一笑，眼神宠溺。圆圆，我来找你了。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，我们几个小朋友玩躲猫猫，我和何晨一起躲进了狗窝里，找我们的人找累了便就不找了。我和何晨在狗窝待了整整一晚上，大人们找到我们的时候，我躺在何晨的怀里睡得可香了。那时候我爸笑着说，我们天生一对，可以结为亲家，可惜阴差阳错，何晨去国外读法律，我在国内学天文。后来他回国，我却已经和林旭在一起了。看着眼前的男子，眼睛里全是我的身影，我莞尔一笑。何律师，矿工可不是好员工哦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